环球大战线深入世界最前线，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叶思密。今天节目我们会来关心的大主题是川普这一回认了，不敢再打，而伊朗则是呛美国管好你家的宠物，被视为是在向以色列还有川普呛虾。习近平的部分，他广积粮，狂扫4000万桶的石油做储备，这一招是在美伊战争中特别发挥作用了吗？今天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今天到场的来宾，我们先欢迎国际情势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淡江大学财经系教授聂建中老师。思敏，各位观众大家好。陆军退役少将厉正杰将军。思敏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一开始之前，提醒观众朋友先帮我们的影片按赞，并且按下热推荐。希望跟我们互动，可以写一下思敏你在哪一个城市收看，我会亲自的就这个留言来做回复。再次的提醒观众朋友，我们的环球大战线的会员频道已经正式的启动了，欢迎呢在主屏环球大战线频道按下加入这2个字的键，那么你就可以第一时间叫其他的这个观众朋友，可以更快速的掌握我们的所有资讯，甚至呢可以做 Q&A， 甚至直播等等的互动，欢迎大家一起来做加入。今天节目特别关心到的是美伊战争的火线话题，一共是3个。等一下请来宾也特别帮我们做解读。在这个时候，伊朗开始呛川普了。他说呛川普说，管好你在特拉维夫的宠物。这边指的是不是宠物就是以色列呢？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立刻有了动作，随即派兵驻到了黎巴嫩跟以色列的这个地方去。难道美国现在认为最难控制的反倒不是伊朗了，而是以色列吗？第二件事情，我们来看到川普在听完要攻打伊朗的作战简报之后，但是最后还是选择要跟伊朗好好的谈判，是不是因为他现在面临的4大压力，逼得他不得对伊朗让步呢？这当中4大压力有非常多。再来关心到的是美国打仗，伊朗现在靠着卖石油，中国囤积石油向伊朗买石油，被视为是中国大陆是这一场美伊战争当中最大的赢家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今天来聚焦的焦点就是中东情势又出现了惊人变化。伊朗的外长阿拉奇这一次直接对美国下了最后的通牒，强调美伊在这一次的和谈备忘录已经写得非常的清楚了。他讲的话也非常的呛，他说呢，美国啊，你应该要管好你在特拉维夫的宠物，不能让以色列继续对伊朗进行任何的军事上面的威胁了。于是我们来看到来自于华盛顿邮报最新的报道，美国竟然是乖乖的按照伊朗的话照做了吗？美国说呢，接下来川普宣布了即将在黎巴嫩跟以色列2国来驻扎最新的地面部队，在当地直接监督黎巴嫩的武装部队跟以色列的国防军在这之后的行动。担心的就是美伊战争这个和谈一旦破局的话，会不会又引爆了区域的各种的战事？所以呢，美国决定最新的消息是要驻地面部队在这2个地方。更关键的事情是，这个川普继续的让步吗？他在听完全面攻打伊朗的军事的简报之后，还是选择继续跟伊朗谈判，甚至呢向幕僚松口说，就算这个谈判有关于现在最卡关的核协议的问题呢，要拖到8月18号，这都不是问题。他认为说没关系，我们就慢慢谈好了。结果呢，美国总统、副总统范斯是立刻揣测了川普的意思。他说，现在川普的意思就是说，除非真的必要，川普并不想让美军再重返战场，原因就是因为美国现在面临的4大压力实在是太多了。尤其我们看到美军基地不断的被攻击，包括了巴林卡达、科威特、阿联的美军基地，他们担心会再度的成为伊朗的箭靶。再来就是荷姆兹海峡了，会不会又再次的失控？还有以色列可能趁火打劫，扩大战火，让美国再继续的深入在中东的泥淖当中。最后是美国现在要面临的油价的问题、通膨的问题，其中选举的问题都会持续的吞噬川普。所以今天节目一开始，先来请教厉将军怎么看了这一句话：伊朗外长呛川普要管好你的宠物，并且我们看到川普立刻是说要派兵驻扎黎巴嫩、以色列。现在美国最大的敌人看起来不是伊朗，难道是以色列吗？那美国派兵是为了震慑伊朗，还是要来吓以色列的纳坦雅胡？将军怎么看？我们要知道，这次美国跟伊朗和谈最大的一个变数就是以色列哈。我们看到他们签的所谓和平协议 MOU 里面，其中有一条
就是说伊朗要求，如果说要达到这个停战的话，必须要全线停战。全线停战不是指伊朗这个波斯湾这边，而是包括到了这个黎巴嫩真主党这个位置哈。那这场战争我们应该都很明显的可以看出来，这场战争想要打的其实上是以色列，倒不是美国川普。美国川普是这次被纳坦雅胡骗了去打的这场仗，大概得到一些错误的资讯跟情报哈，这个川普贸然又投入这场战斗。但是川普打到现在，他发现说，这场战争本来就是以色列自己要打的战争，而不是美国要的一场战争。我们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出来呢？从这次美国跟以色列这场战争里面，美国跟以色列的战损是不成比例的，也就是说，是美国在帮以色列打了伊朗。我们看到美国，它光战机哈，这个损失了42架以上原来42架，后来好像又钻了3架的 MQ9，我自己算了一下，大概有到45架。那美国来讲，为了协助以色列的防卫，动用了将近上千枚的爱国者3也动用了上千枚的战斧型巡弋导弹去攻击这个伊朗这个国家然后动用了2个航母战斗群。那试问一下，我们从这次之中，你看到以色列有任何战损吗？没有以色列把美国拖进去打伊朗以后，以色列干嘛？以色列专心来打黎南地区，因为对他来讲的话，所有的战略目标选择是优先打以色列比较重要呢，还是打黎南比较重要？我跟你讲，打黎南比较重要。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军事上有多重目标的选择。多重目标选择，第一个你要选择要打的一定是对你威胁最大的目标。那试问一下，伊朗本土对以色列威胁最大，还是黎南的真主党对他威胁最大？我认为是黎南的真主党，因为他就在他国境以北嘛，他随时他的火箭炮就可以攻击他的这种以色列的本土海法这些地区，所以他认为他优先要打的一定是黎巴嫩真主党，所以让美国去对付伊朗，他自己专心去打黎巴嫩真主党。那第二个，我们优先目标选择第二个是选择什么目标呢？好打的目标，你要优先打伊朗本土好打，还是黎巴嫩真主党好打？当然真主党好打。真主党自从这个叙利亚这个阿萨克倒台之后，这个伊朗的物资没办法送到黎巴嫩真主党，再加上这个黎巴嫩真主党前年因为 BB 扣的斩首行动，造成他很大的一个损伤，所以黎巴嫩真主党是最好击灭的目标。所以以色列，我认为他就伊朗本土跟黎巴嫩真主党，他优先打黎巴嫩真主党，然后伊朗交给谁？交给美国去打。那这次来讲的话，当然川普也看清楚这一段他为了能够跟伊朗能够达到所谓和平的协议，他必须要遵守伊朗的所谓的全线的停战，所以因此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必须要拉住以色列不要再打黎巴嫩真主党，不然的话如果这场战争继续扩张下去，事实上是对美国不利的。那联合国维和部队有没有用？没有用嘛。对不对？挡不了以色列，所以美国自己亲自要派部队到这边来担任维和的一个角色。可是我觉得这也代表了美国在这场战争里面这个一场很重大的一个失误跟挫败。好，那同样的问题也特别请教赖老师怎么看？尤其刚刚将军也特别提到，这次美国要派地面部队到这个2个地方去，赖老师怎么看同样的问题？再来就是说，川普说谈判和谈可以慢慢谈，甚至可以到8月18号都没关系，代表川普现在压力真的非常大吗？赖老师怎么看？是这样子因为备忘录里面因为我们知道他们签的是备忘录，所以还有一段时间在谈判中。最终能不能达成和平协议，谁都没把握。但是既然备忘录双方的领导人都签了，那就必须要让它能够顺利进行。所以美国跟伊朗之间的这个对话谈判要进行。可是备忘录讲得很明白，那就是要全线的停火。全线停火，你不能用道德约束你必须用实力来展示。所以如果美国这一次是介于以色列跟黎巴嫩之间的这个地带，也就是黎巴嫩南部的这个地带，真主党跟以色列中间地带，美国的部队如果派进去的话，那这个就会有效的牵制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因为以色列如果要在攻击的话，它很有可能会误伤到美军，这个会使以色列的活动显得很困难。第二个呢，就是它有效的去监督黎巴嫩的真主党，说你只要不开火，以色列也不能开火。那这样的话，双方之间可能就能够真正的停火。这要看美国就到时候在这个地方的做法跟作为，也要看以色列怎么绕过美国来继续跟黎巴嫩产生这个冲突。
这个就是要看我后面的一个演变的一个状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部分里面就是特朗普已经承认了一件事情，就是核协议的谈判是如此的艰难。当时美国的总统奥巴马在他任内的时候，要跟伊朗达成核协议的谈判，花了很长的时间。它绝对不是2个月就能够谈出来的，没有那么简单。它里面牵涉到很多的细节的问题，包括联合国的原能委员会的监督的权责，包括浓缩铀的稀释的进度，包括浓缩铀到底还有多少存量，包括它的这个提炼浓缩铀的这些核设施本身的监管等等，太复杂，太复杂了。所以就绝对不是很短的时间2个月那就谈成。我想后来奥巴马的当时负责主谈的一位副国务卿，他出来说2个月他认为谈不出来，现在也证明他的判断是正确的。所以我觉得特朗普愿意走回实际，这是好事情。是，也就是说不一定要在2个月内谈出来，因为当时讲好谈不出来就要再开打嘛。那他现在的态度就是谈不出来还可以继续谈，那就不会开打的意思。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情。另外最后一个部分里面就是美军在跟特朗普做这个作战简报的时候，他一定要做风险的评估。那风险的评估包括如果出动地面部队，美军的伤亡的情况会怎么样？然后还有就是通货膨胀会是怎么样，油的管制会怎么样？我想这些风险的评估完了以后，那就让特朗普知道说，不是都是有利的这一面。对外宣传可以说我胜券在握，对，可是对内里面你还是要做最坏的打算。所以我觉得最后我们也不能说川普是认输了，而是只是说川普愿意回到实际跟理性，这是好事。好，所以我们看到川普回到谈判桌，那目前其实美伊双方卡关最大的问题还是在有关于核协议的问题，这件事情恐怕还要谈上好几个月的时间。不过呢，同时间我们看到伊朗的石油持续的在向世界各地在出口当中，而且现在被说呢，目前为止最大的受益国就是中国大陆，因为呢，在过去短短的2周之内呢，出口给中国大陆的就有4000万桶的原油。美国的财长贝森特坦诚说，现在敢买伊朗原油的就只有中国大陆了，那么就会被显得非常的讽刺，因为我们看到在美伊战争爆发到现在，这个美国的损伤如此的惨重，那中东它的基地被夷为平地之外，全球油价也受到震荡，结果没有想到现在呢，伊朗还可以继续的卖油，中国还可以继续的买油。另外就是说，来自于《纽约时报》也特别做分析了，在这一波石油危机当中，他们认为中国大陆是最大的受益者，因为他们在美伊战争爆发前就已经长期大规模的囤积原油了，也就是刚好符合习近平主席过去提倡的这个叫广积粮的一个战略哦。反观是美国，它的战略储备石油已经降到40年来的最低点了。聂老师怎么看中国大陆的吃下了伊朗的4000万桶原油，被视为是最大的赢家吗？你怎么看？好，这样以我的分析啦，实际上在美伊战争的时候，其实中国也非常担心它原油会不够。依全球的产油排名美国是现在最大的嘛，因为它的这个页岩油的产出是很大。那它每日的产量呢有1350万桶，第2名是沙特，我们小时候知道的沙地阿拉伯，中东产出最多的，它有950万桶。但中国也有产油，那伊朗有产，其实这2个国家产油其实也差不多，都在400多万到500万出头桶之间，中国甚至超过伊朗。可是中国的需求很大。那因为中国人口也多，它的这种整个发展也比较快，所以它人油的需求大，因此呢，在其实美伊战的时候它是担忧的，所以它透过了其他的方法，比如引殖油轮或者贸易这个用这个 CIPS 的绕境支付，用人民币交换，甚至有茶壶炼油厂等等，甚至你听过还有谁的他用战略的物质交易，他的确在那个时候想办法去存油，要不然的话，经过核温查出不来。这一次的4000万桶是这样子哈。那我们刚刚讲的400、500万是中国、伊朗每日产油，这4000万等于是产10天的总量哦。当6月中他们签了 MOU 之后，美伊签 MOU， 因为川普必须签，因为他销售战打得太严重，他不得不签，不得不让所以这一次是美国让了，好，伊朗呢拿到这个权柄，就像刚刚讲了嘛，管好你的宠物，我跟你讲，要不然不跟你签，所以以色列给我好好管。所以呢，这一次他的经济制裁被解封，也就是川普不得不做的，包括解冻他的制裁以及制裁，
这个制裁很重要，就在月底呢就松了绑。这时候呢，伊朗就说他开始可以卖，他第一开始4000万桶，就一放出去没有人买，大家都紧张，只有中国全部买下，他是唯一的买家。我跟你讲，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底气和底气的高涨。那这样讲好了，什么叫做敢？敢就是不怕，全球都怕。我跟你讲，这一次啊，当要双卖的时候，大家说哇。这样子，伊朗、美国其实只是稍微让步，美国这个霸主还在啊，我要到时候随时压伊朗，我不敢买，我敢全球都没有买，都还担心制裁，搞不好川普你知道会变脸嘛，随时又再制裁回去，买了以后搞不好又损失都不动，只有中国一下4000万全收，要唯一的失败。所以贝森特讲了一句很有趣的话嘛，他说他用英文讲说 ，Out of the world 全世界这是 Only China 只有中国是持续买。当然，这是什么话呢？是不爽呢，还是说你怎么敢这样呢？实际上没办法，人家就是敢。其他国家如果做了，我告诉你，美国看见你买看，眼睛瞪大，大家不敢买。中国买，你真的买啊？你真的要买会怕，你知道吗？反正是美国怕，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跟你讲哈，在这个时候，中国当然讲广积粮，这非常重要。以前朱元璋他旁边老臣讲的嘛，这朱瑾讲的，3件事很重要：高筑墙要挡得好，广积粮你存货要够。最后一个缓称王，这才是未来的重点。中国它现在就是这样，它需求人员，它自己有产不够，它靠着中东国家，它只要友好其他国家，它广积粮之后，它也知道它现在底气到了，慢慢就会缓称王。现在很重要就是，美国现在它的库存也因为不管战争各种原因，它还在全世界要做老大，这时候它的这个战略持有也降到了低点。中国呢就这样慢慢的囤积，也就是很隐秘、很神秘的这样做到它该有的这个底气，然后这时候呢。到未来这个中美在龙印之争的时候，我觉得当中国底气起来的时候，这就是缓称王的时候了。好，谢谢聂老师。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观众朋友们，我们要开会员频道啦！因应呢美中、中东还有印太的乱局，你看到的是新闻，我们看到的是背后谁在操控这个世界。加入会员可以取得独家视角的通行证，你将优先取得更深的观点判读，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历史脉络拆解、局势推演逻辑。同时解锁会员勋章、优先互动权、问题解析、幕后花絮，支持我们制作高品质的影片。点击下方的加入键，一起成为战友吧！我们会员频道见。